里面的恶贼听着，数到3，立刻滚出来受死，否则本将今日踏平绝命谷，剁碎了喂狗。老二，跟一群死人废什么话？这地方尘土太大，脏了我刚换的云锦靴子。哼，直接放火烧山吧，干净。吵吵啥？哪来的愣头青？懂不懂规矩？进别人的地盘不知道先递帖子，空着手就来了。绝命谷改托儿所了。没听说啊，将军。喂，那个黑滩头，看你这马不错，腿够长，杀了吃肉肯定劲道。把马留下，衣服扒了，跪下磕3个头，本座饶你不死。小娃娃，让你家大人滚出来！晚一步，本将军把你这破谷给平了。找大人，本座就是这儿最大的大人，看招！天女散花！好霸道的内力，这暗器，这是长命锁。老二，你九转同心结，你怕了没？告诉你们，这金镶玉的板砖，本座库房里堆成了山，拿来盖茅房都嫌落脚，识相的就把那匹黑马留下，再给本座磕3个响头，喊一声大当家万岁，这块金砖就赏你们去买糖葫芦吃。哼，敬酒不吃罚酒，不然本座就把你们的腿打断，种在土里当萝卜养，明年秋天还能多收几条腿，听见没？大哥没跑了。这目空一切的狂劲，这满嘴让人听不懂的胡话啊！还有这天生神力，大哥，这绝对是咱陆家的种，这还得是嫡系才能传下来的封建啊！护驾，快护驾！小祖宗，哎，那是火焰娃娃，快回来！别在那儿送人头了，快给赎回地窖！多多，这点子扎手，咱们吞不下。放手！你们这群叛徒，那是本座的肉，那是本座看上的马，谁敢拦着本座吃肉，我要把他烤了下酒！畜生，竟敢在我面前动他！放开他！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老子屠了你们整个谷！护住少谷主！他打个球，他就一个人，1把枪，咱们人多，并鞭子上，咬死他！我瞒着，别动手，自己人，全是误会。让我给你们看这个。这眉眼，这神态，这藐视苍生的霸气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别说，这看谁都不顺眼的狠劲儿，还真是亲生的。原来是家里人啊，吓死老子了！绝对有阴谋。这2个领头的嘀嘀呱呱，肯定是硬打不过，想使美难计，想算计本座，哼，门都没有。蓉儿，别闹了，跟哥哥回家吧。哼，家里有大房子，有软的像云一样的床，还有你最爱的桂花糕和糖蒸苏罗。哼，想招安本座，告诉你们，本座这绝命谷虽小，但也是独立山头，宁做鸡头，不做凤尾。当家，别冲动，这是扩张的机会。这2个人是京城承亲王府的大堂口的，那地方富得流油，地盘比咱这大1万倍，到处是肥羊。比这儿大1万倍，那能养多少头猪？他们是看中您的才华，相信您去京城当总挑把子，主持大局啊！当总挑把子。来人，把咱们准备的物资都抬上来。是。哇，这新堂口好像确实挺行。大当家，这是我们京城愤夺特意孝敬给谷里兄弟的入伙费，只要大当家肯赏脸去京城坐镇，这些都只是见面礼，以后还有更多。好家伙，随身带这么多现银，这京城粪躲是块肥肉，本座的亲自咬一口，软的真筋。行，看在你们这么懂规矩，连同名状都备好的份上，本座就勉为其难去接管你们那个分朵。以后跟着本座混，只要本座有一口肉吃，就少不了你们一口汤喝。功臣分朵？管他说什么黑话，这小祖宗总算是答应回家了。
好，只要妹妹肯回家，二哥就算喝汤也愿意，喝洗脚水都行。好。左，这大个子居然只想喝汤，看来是个傻的，以后得多给他抢2块肉补补脑。大当家，您当了京城得好好照顾自己啊！让我们回来看看啊！我们给您留着大柱子。哭什么丧？本座是去京城拓展业务，又不是去送死。小的们，守好咱们的老窝，别让隔壁山头的把咱们猪偷了。等本座把京城那个皇帝老儿的地盘打下来，就接你们去住皇宫。到时候咱们在金銮殿上烤红薯。老二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咱妹说要在金銮殿用龙翼烤红薯。哎，大哥，你想多了。妹妹那是童言无忌，叫志向远大。再说了，烤红薯多香啊！奶音太软了，这地毯软的像陷阱，踩上去肯定使不上劲。还有这股烟，闻着就头晕，8成是10香软禁散。哼！来了，图穷匕见。这小白脸笑得这么奸诈，肯定是想拿白布捂死本座，或者上面进了蒙汗药，想暗算本座，没门！谢了，这布料不错，挺吸水。剩下的少你了，留着擦汗吧。哥，谢大当家赏赐。这就对了，这小白脸虽然心眼多，但还算识时务，看来已经被本座的气场折服了。大当家饿了吧？快尝尝，这是刚从总朵带出来的，热乎着呢。平日里连我都吃不上。红的、绿的、黄的，颜色这么鲜艳，必定剧毒无比。好啊。不死，就开始下毒了。这黑大哥看着憨厚，心肠竟然如此歹毒，想给我吃断头饭。吃。二弟辛苦了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本座怎么能独享？你先吃，多吃点，别给本座省着。妹妹竟然亲自喂我，这么好吃的糕点儿，她一口没舍得吃，第一口就塞给了我，这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啊！好吃，谢大当家赏。真甜，比蜜还甜。没吐白沫，还能笑得这么傻，看来毒性不强，还是慢性的，亦或这傻大个皮糙肉厚，抗毒性惊人。这车疯得跟王八壳子似的，连个退路都没有。万一这2人翻脸，本座连撤退的机会都没有，简直无可多辩。不行，得改。这窗户谁造的？风这么死，一点观察敌情的视野都没有。谁想把当家有所不知，这是为了防风沙，怕伤了你的皮。舒坦，这就通透多了，撤退路线也有了。不用谢，以后这车要是再这么闷，我就把顶棚也给你们掀了，改成敞篷的，方便看路。恭迎世子，恭迎二公子，恭迎小郡主回府。摆这么大排场，哼，是欺负本座初来乍到，想给本座下马威啊！小妹别怕，这是你的家，谁敢动你，先过我这枪。大当家觉得如何？这就是咱们的新堂口，凑合吧。就是这大门太红了，俗气。那块牌子成色不错，好像包了金边。回头让人抠下来融了，给鼓励的兄弟们一人打个金溜子带带。这看门的家伙事儿看着不太结实啊！这种石头脆得很，一碰就碎，怎么挡得住仇家上门？小郡主有所不知，这是太祖皇帝赏赐的汉白玉狮子，坚硬无比，刀枪不入，那是咱们府上的镇宅之宝。本座看未必。咔嚓，轰隆！吃瞧瞧，本座说什么来着？也就是轻轻拍一下验验货。要是真有同行拎着狼牙棒来砸场子，这玩意儿能顶什么用？小白脸啊，这种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要不得，咱们混江湖的得务实。小白，大当家教训得是，明天就换铁的，换带刺儿的，扎死他们。还算识相。这新堂口伙食不错啊，居然养这么多储备粮。黑滩头，这鱼看着挺肥，就是颜色花烧了点儿。今晚捞2条上来炖汤，多放点辣椒、花椒，去腥，给刚入伙的兄弟们补补身子。给力！我这就抓给你瞧瞧。大当家说的对，这鱼看着就嫩，我去抓，一定要炖麻辣味的。
二公子使不得呀，那是世子爷的心头肉、命根子啊，人不能吃，万万不能吃啊！哼，这鱼不能吃，这破石头总能用吧？这玩意儿沉又不怕水，形状还有分叉，正好。本座包里那坛陈年老咸菜是绝命谷特产，这一路老漏气，正缺个压缸使。回头让人把这玩意儿搬本座屋里去，就它了，正合适。啊！这可是西域进贡的稀世珍宝啊！拿来压咸菜坛子，西域贡品红珊瑚压咸菜缸，这简直是暴殄天物，是对艺术的亵渎！搬，没听见吗？现在就搬！不仅要搬这一盆，还要去库房挑最大的、最红的搬。只要大当家高兴，别说压咸菜，就是拿去垫桌角、砸核桃都行。你这小白脸，虽然看着弱不禁风，但这股子败家劲儿。不对，是这股子爽快劲儿，本座喜欢。脑子活，手松，是个做大事的料，适合管后勤。行了，以后你也别当什么世子了，听着怪别扭。那大当家的意思是，本座封你做这分朵的狗头军师，专门负责管账盒，给本座压咸菜缸。好好干。本座亏待不了你，年底多分你2块肉。这能遮俗了点，全是金银，眨眼。不过遮风挡雨总比煽动强。既来之则安之。先在这个分朵凑合2天，养精蓄锐，等摸清了京城的底细，再带兄弟们去抢那个娇娇皇公公的大寨子住。二弟，你觉不觉得，我们接回来的不是妹妹，是一尊灭世的大符？大哥，我只觉得京城的天怕是要塌了。老王，快看看本王这仪容乱没乱？这蟒袍合不合身？这一笑够不够慈祥？能不能体现出父爱如山的伟岸光辉？王爷放心，您现在威风凛凛，慈爱无边，简直是天下父亲的楷模。小君主见了肯定喜欢。蓉儿，我的心肝肉肉，爹想死你了！这就是咱们这分朵的上一任老当家吧？我说老当家呀，你这身子骨看着不太行啊。印堂发黑，眼圈浮肿，中气不足，是不是被手底下这帮不省心的小弟给气虚了？难怪你要急着退位让贤，就你这体格，再干2年，怕是连压寨夫人都抢不动了。气虚抢不动夫人，我想反驳，这是为国操劳，这是运筹帷幄，他这是在关心我的身体，他一眼就看出我操劳过度，这是孝心，这是感天动地的大孝心啊！是爹身子骨不争气，让蓉儿操心了。虽然这老当家看着窝囊了点，态度还算诚恳，得给他补补，毕竟还要负责以后的开销。既是一家人，那本座就不跟你玩虚的了。初次见面，本座也没准备什么金银财宝。这是老当家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有钱都买不着啊！这是绝命谷特产的断尾神龙，别看它长得丑，那可是大补，本座费了好大劲才抓到的。回头拿2烧刀子，把这玩意儿泡进去，泡足7七49个时辰，每天喝一口，别贪多，保准你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一口气上房顶不费劲，还能再给本座添2个弟弟，壮大咱们陆家的香火。添2个弟弟，这是在暗示哪方面不行？不，这是女儿千里迢迢带回来的特产，这是赤诚之心。好，难为蓉儿一片孝心，爹这就让人拿去泡酒，不仅泡酒，爹今晚就喝1大碗。这就对了，身子骨是革命的本钱，只有把身体养好了，咱们才能带着兄弟们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别到时候真让隔壁山头的笑话咱们陆家没人了。管他是壁虎还是毒药，只要女儿高兴，这就是当爹的觉悟。传膳，快传膳，把御赐的8珍席都撤了，那些个花里胡哨的不管饱，换硬菜，换大块的肉，上烤全羊。没看大当家饿了吗？别饿瘦了我的心肝宝贝。这儿擦擦嘴，来趴子。妹妹吃点青菜调调味儿。砰，那我也吃点。啪，哎呦，这是我的，好吃，真舒服。这儿真能吃啊！哎。行了，饭吃饱了，酒也喝了，老当家的身体也补回来了，咱是不是该聊聊正事了？小白脸黑炭头，本座进门在马车上瞄了一眼，咱们这分朵庄的挺体面，可出了巷口，谢对门那家更气派。谢对门那家的房子比咱们大好几倍，墙比咱们高3丈，本座没看错的话，就连屋顶上的瓦片都是纯金的琉璃瓦吧。哎，今晚月黑风高，正是干活的好日子。
咱们去探探对门那家的底，也不多抢。本座看咱们这椅子太硬，先搬2把金椅子回来，给老当家换换坐具。怎么样？这票买卖干不干？干！大当家说的对，对门那家的椅子是纯金的，我早就想搬回来给妹妹当床睡了。对门那是皇宫，那是紫禁城，那是能随便去探底搬椅子的吗？这哪是贴心小棉袄，这分明是想带全家玩九族消消乐的活阎王啊！别犹豫了，如今妹妹回来了，咱们更得加快动作。只有坐上那个位置，才能护得住妹妹一世周全。谁敢动她，我就杀谁。好，那就定在……还以为你们背着本座偷吃夜宵呢。那可是防宗师级高手的金刚啊！大当家，你怎么醒了？这就去给你拿吃的，这里没什么好看的。起开！好家伙，本座说你们2个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干嘛呢？原来是在盘道啊！早说啊！这种技术活本座最熟了。完了，妹妹看懂了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会不会吓坏她？哎呀，不错啊，小白脸，这一笔画的细致专业，没想到你还挺有当狗头军师的潜质。这是粮仓吧？看着有水就足。这是金库吧？肯定堆满了宝贝。这是那个老地主睡觉的窝吧？老地主，他说的意思好像都对。不过你这点子不行，太糙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走正门？你傻啊？那门口全是看门狗，硬冲进去得折损多少兄弟？本座的兵可金贵着呢。那一大当家的高见，笨，当然是挖地道啊！从咱们分朵的后花园开始挖，直接通到他们家灶台底下，然后先把绝命谷特制的3日醉下，在饭菜里把人都放倒了，再大摇大摆的进去搬金子，这叫兵不血刃，懂不懂？这才是咱们绿林好汉的智慧。妙啊！挖地道直通御膳房，必食积虚，在下要迷了禁军，这是神来之笔。小妹，你不仅会打，连布局也如此精绝。兵家奇才，我自愧不如。王爷，您慢点，小心台阶，那门槛高。全部。老二，这么晚了，你们不在房里睡觉，躲书房干什么？我怎么听见这屋里有动静？是不是进贼了？哪个不开眼的敢偷到本王头上？他爹来了！啊，那个胆子，只有老鼠大的爹来了！让他看见这图，不得先掐死我们，再气死自己！快收起来！怎么还锁着门？开门！是我！再不开门，本王撞了啊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九族消消乐，第一关就要在今晚开始了。老当家，快进来！哥哥们正带着本座用功呢，这大半夜的也不让人省心。这是……老当家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夸这2个小的，还挺懂事。大哥正在叫本座认路呢，他说过2天要带本座去对门那个大房子吃席，怕本座第一次去走丢了咱陆家的脸，特意画了这个图叫本座怎么走。那这条线是？这是近路，叫朝小道。大哥说走正门太远，还得排队检查，麻烦死了。走这儿不用排队，能直接进厨房吃肉乎的，叫抢占先机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嘛，这2个小子平时虽然不着调，借他们2个胆子也不敢研究皇宫地图啊。原来是为了怕妹妹迷路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长兄如父，这就是兄友妹恭，这就是家族兴旺的征兆啊！好啊好啊，玄墨有心了，真是长大了。知道妹妹刚回来，对京城不熟，特意连夜教导，这份心意难得。只是这画工，这画的是门口的狮子吧？画的太丑了，跟王八似的，还得练练，别丢了咱们王府的人。是父王教训的是，儿子一定勤加练习，绝不给府里丢人。行了，也不早了，读书是好事，可身体更重要。这门怎么坏了？看着都关不严实，明儿让老王找个铁匠来换个结实点的。蓉儿啊，跟爹回去睡觉吧，正长身子呢，别熬夜。明天爹给你做红烧肉，想吃多少有多少。好嘞，哼。既然有肉吃，那本座就先歇着了。老当家慢走。走吧，天凉了，父王送你回去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按照咱们画的那个路线，过2天就动手。谁要是敢掉链子，本座就拿他祭旗。啊，对，过2天就进宫赴宴了，是要早做准备，到时候穿得漂亮点。大哥，咱爹刚才是不是夸咱们了？是啊，他还让咱们好好练画画，别把狮子画成王八。这造反造的，怎么跟闹着玩似的？这些死士个个以一当十，是我多年的心血。只要时机成熟，趁夜色潜入皇宫，便可直取那。黑滩头，这就是你带的兵？怎么跟没吃饭似的，软绵绵的，跳大神呢？就这水平，也敢说是刀口舔血的？大当家不可轻视。
这些都是百里挑一的精锐，每一个都能徒手猎食，以一敌十，放在江湖上那也是响当当的好汉。就这脑壳练的倒是挺硬，跟个铁疙瘩似的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真正的一击。唉，看来你们对什么是利器一无所知。也罢，作为大当家，今天本座就给你们上一课，就他了。起，给本座起！天哪！看见没？这就叫力气。以后练兵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先让大家都去拔树，连棵树都拔不出来，还想去抢地盘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地动山摇的？刚才那一下，我茶杯都翻了，是不是地龙翻身了？完了，私兵暴露了，在府里饲养死士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。糟了，这些人要是被父王看成谋反，不行，得编个理由洗班子。就说是请来的武行。老当家，你来的正好。本座觉得咱们分所的护院太虚了，连棵树都拔不动，我正教他们干农活锻炼身体呢。干农活？对啊，本座想在后花园种点大葱和韭菜，改善伙食嘛。天天吃肉，这棵破树挡光还长得歪，看着烦。本座就顺手给他拔了，给大葱腾地方。结果这帮护院太笨，看我拔树都吓趴下，一点世面都没见过。原来是搞绿化，是为了给家里省钱，才回来第2天就知道帮家里干活，还要带着下人一起，这是多么朴实无华的品质啊！这就是皇室的一股清流。哎呀，我的关荣，种菜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亲自动手呢？看看这小手都弄脏了，小心累坏了身子，爹会心疼的。老二，妹妹想种菜，你们就在旁边看着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这些护院是干什么吃的？一个个长得5大3粗，养你们是吃白饭的吗？都给我起来，听小郡主的指挥。郡主让拔哪棵树就拔哪棵树，郡主让种哪块地就种哪块地。今天不把这后花园整理出来，不把葱种上，谁也不许吃饭。行了，动起来。是。那个练铁头功的，别闲着，用你的头去撞那个土克拉，把土撞碎了，要细一点，不然韭菜不发芽。遵命。那个练轻功的，去房顶上抓点鸟屎下来当肥料，多抓点，别偷懒。是这。黑滩头，你力气大，别傻站着，去把那个假山搬走，挡风。好啊，这才是强身健体，这才是正经差事。这帮护院以前看着阴森森的，现在干起活来多有烟火气，这才像个家的样子嘛。父王，您开心就好。三公子这身行头，活脱脱一座成精的金库。哎呦，这就是咱家的小福星蓉儿吧？三哥回来晚了，让咱们小郡主久等了。来，这点小意思，拿着买糖吃，别嫌少。好家伙，这哪是人啊？这分明是一尊行走的财神爷，这迷人的铜臭味！亲人，三哥，本座就知道二哥那个黑滩头是负责看场子的打手，大哥那个小白脸是负责出馊主意的军师。咱们这新堂口要想做大座桥，肯定少不了一个负责销赃的。销赃？不错，看你这一身行头，平时没少黑吃黑吧？这油水捞得足啊！以后咱们劫来的道儿货，什么金银细软、古董字画，都交给你处理。本座放心，绝对没人敢查。好啊，老三回来了。妹妹刚回来，对家里的生意不懂。你这个做哥哥的，要多教教他什么叫和气生财，什么叫诚信经营，别让他整天跟老二那个粗人学那些打打杀杀的。女孩子家还是学算账好，以后嫁人也管得住家。亲兄弟明算账，三哥，快把咱们分朵的账本拿出来，本座要查账。本座得看看咱们这堂口还有多少余粮，能不能养得起那一窝兄弟。柔儿想学，那三哥教你。你看，咱们城南那家聚宝斋，上个月进项是3000两，利钱是500两。真颠颠的，下手感极佳。嘿，这还差不多，这金豆子当暗器时比石头顺手多了，分量足，打人疼。三哥，以后这玩意儿多备点，打架的时候用得着，回头给兄弟们一人发一把防身。家呀，这是哪来的败家祖宗啊？拿金珠子当石头扔？不错，蓉儿这就学会化整为零了，把大钱拆成小钱花，这才是理财的精髓吗？老三，你得学学妹妹的魄力，别整天抠抠搜搜的。爹，您是真瞎呀！不管这叫理财，这叫毁财好吗？三哥，
这几个名字上画红圈，是不是欠钱不还的？那是称西的赵员外，仗着有官府撑腰，欠了咱们5万两货款，赖了1年多了。正好回头找几个人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反了天了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这是江湖规矩。敢赖本座的账，活腻歪了！不知道绝命谷的利息是用手指头算的吗？三哥，你平时怎么收账的？是不是太温柔了？平时收账，派人去催或者断他的货源，逼他太慢，太娘们唧唧了。咱们是干大事的，得讲效率。时间就是金子，在绝命谷遇到这种老赖，根本不用废话，直接上门。男的抓回来当苦力，女的留下洗衣服做饭，房子烧了，地契抢了，连锅都给他端走。要是还不还，就把他挂在城门口风干3天，看他还敢不敢赖账，看谁还敢赖本座的钱。反正看不顺眼，就直接上门抢。妙啊，这也太顺耳了！特别是那句句直接上门抢，简直说到我心坎里。以前总是顾忌王府声誉，施展不开，如今有了这无法无天的妹妹撑腰，妹妹说的对。对付这种人就得黑吃黑，讲道理是没用的。二哥有兵，大哥有权，我有钱，咱们怕谁？明天我就让人去赵家搬东西，连个夜壶都不给他留。好啊，看来蓉儿是想去赵员外家做客，顺便帮三哥搬货，联络一下感情。兄妹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老三，既然妹妹要去，你就多带点人手，别让赵家觉得咱们王府失了礼数，显得咱们小气。要是赵员外送东西，也别客气，那是人家的一片心意，收下就是了。得开口了，让多带人手去抢。这老头真上道。父王，这是默许我们动武去抄家了。父王果然深不可测。父王，儿子这就去点齐人马，把家里的护院都带上。明天一定把赵家搬得干干净净，绝不辜负父王的期望。走，三哥，咱们现在就去准备麻袋，要大号的。我看这账本上还有好几家画红圈的，明天一并收拾了，让他们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多好的孩子们呐！知道家里开销大，这才第2天就主动出去跑生意了。家门姓氏，家门姓氏啊！大当家，咱们这么干，是不是太招摇了？这赵员外的大舅哥可是户部侍郎，那是管钱的官，要是报了官……三哥，你就是胆子太小，一点都不像咱们陆家的人。怕啥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他敢报官，本座还想报官抓他个欠钱不还呢。陆老三，你这是几个意思啊？带这么多人堵我门口，想造反啊？告诉你，我大舅哥可是户部侍郎，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人去大理寺告你个私闯民宅、意图抢劫的罪名？那个，我们是来收。哎呀！吵啥？谁是陆老三？那是咱们堂口的账房先生。放尊重点儿，欠钱不还是吧？找大舅哥是吧？比后台是吧？小的们都听好了，既然赵员外不想还钱，那咱们就自己动手拿，帮他搬家。按照道上的规矩，利息翻倍，不仅要本金，还要滞纳金和精神损失费，看见什么拿什么。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盆，只要是值钱的，连地砖都被本座抢走，一块好砖都别给他留，动手！你们干什么？那是我的古董花瓶，那是钱找的，那是我的金丝楠木桌子，强盗、土匪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快去报官，去大理寺找陆少卿，让他带人来抓这帮土匪，把他们统统抓起来。这些破纸花有啥好啊？不能吃也不能喝，都是文人玩的废物。这味道若有若无的鲜腥味，在绝命谷长大，我对这味道再熟不过了，是宝藏的味道啊！不对劲儿，藏得够深啊！这老东西果然有私房钱，嘿嘿，小的们过来几个，这底下有大货，快来搬！来了。嘿，冤死本座了！这赵老头是不是有病？藏这么多盐干什么？本座还以为是白糖呢。这一屋子全是盐，又不值钱，还死沉的，真是个穷鬼，连点金子都没有。此时的陆荣完全不知道，在大夏国私藏这么多私盐，那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都闪开！陆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！大人您看呐，这帮暴徒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啊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您快把他们都抓起来，下大雨杀头，尤其是那个带头的小丫头骗子。人好多，好想回家。要不是听说澄清王府的人在抢劫，怕连累王府，我死都不出门。头痛欲裂，居然真的是这帮家伙，甚至还在撬地砖，这让我怎么收场？我想蹲地。后面全是。
好啊，既然真的搬来了救兵，还是朝廷的鹰犬，带这么多人来，这是要跟本座抢生意，还是想砸本座的场子？300。大哥，别输了，点子扎手！那个赵老头把官府的鹰犬喊来了，准备抄家伙，咱们跟这帮穿官皮的拼了！别，大当家别动手，千万别拔刀，这是自己人，那是咱家老四，是亲的。老四？对，他在大理寺当差，是吃皇粮的。这就是老当家说的那个还没见面的四哥。好家伙，咱们堂口布局深远啊，竟然在朝廷安插了这么高级的卧底。这无间道玩的比绝命谷送菜的高明多了。行啊，卧底藏得够深啊，这一身官皮穿的还挺像那么回事，连那个死人脸的气质都拿捏得死死的。谁是卧底？本官是大理寺少卿，大夏国的栋梁。可是这丫头怎么这么脏？懂，规矩本座懂。不过你来的正好，省得本座再去销赃了。好，说来听听。这赵老头太坏了，本座本来想找点好吃的，结果他家后院那个井底下藏了满满一屋子的咸盐，又苦又涩，难吃死了，肯定是他想拿去害人的，简直是浪费粮食。什么？赵员外，本官要是没听错的话，刚才有人说你家私藏了大量食盐。冤枉啊，大人，那是安咸菜用的。对，小人家里人口多，冬天爱吃咸菜。腌咸菜？卧底四哥，别信他的鬼话，那盐多得能把整个京城的人都腌成咸菜了，还得是吼馅的那种。而且那袋子上还盖着个红戳子，画着个大鸟，怪好看的，看着就不像普通货色。红戳子，鸟图腾，那是北燕官盐，通敌叛国。来人，封锁赵府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，哪怕是地里的蚯蚓都要给我翻出来。是。立刻去后院查验，若是属实，赵家满门即刻下狱，严加审讯。大人，确实是私盐，全是北燕的上等青盐，足足5万斤，堆满了整个地下室。这盐太咸了，猴嗓子，不仅难吃，还没金子实惠，这老头品味不行。大理寺查了半年的通敌案，动用了无数暗探都没线索，竟然被妹妹一次非法讨债、近乎抢劫的行为给破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吃出了正义感。赵员外还要告本官的家人抢劫吗？带走！要是少了1斤盐，唯你是问。干得漂亮，卧底！看来你在这个新堂口混得不错，说话挺好使。这帮官差被你训得跟孙子似的。回头记得把这老头的家产清点一下。那5万斤盐虽然不值钱，但那些家具还是能卖点的。咱们5-5分账，这是规矩。5-5分账，那是充公，是充公啊！那是大夏律法。好，都听大当家的。哇，哥哥最好啦！先答应下来再说，反正钱进了国库，他也拿不出来。按道上的规矩，怎么也得给本座分个3-5千两金子当辛苦费吧。卧底四哥，怎么样，分完了吗？我的那份呢，是金票还是现银？本座不挑，只要成色足就行，快拿出来，本座的包都准备好了。大当家，那个钱没有？你再说一遍，赵家那么大的家业，那么多私盐，你跟本座说没钱，是不是那个赵老头把钱都吞进肚子里了？把他肚子剖开看看，肯定在里面。不是赵员外，是充公了。充公？所有的赃款和私盐都入了国库。陛下说了，这是大案，所获钱财要用来赈灾，1分都不能留。国库？进了国库，那不就是进了对门那个老地主的腰包吗？好啊！没想到那个住大房子的，竟然是个黑吃黑的高手。本座辛辛苦苦带人去抄家，他在后面坐享其成，连口汤都不给本座喝，欺人太甚！简直是欺人太甚！这也就是看在他墙高人多，本座还没摸清底细的份上，不然本座非得带人去把他那金銮殿的瓦片全接了抵债。宗爱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那是陛下，是大夏的天。陛下怎么了？天王老子欠债也得还钱，这是江湖规矩。那这是什么啊？他把钱吞了，就给你个盒子打发要饭的。这是陛下特赐的嘉奖令，表彰大理寺，也就是大当家你智破私盐案，大义灭亲，忠勇可嘉。特赐黄马褂的不料一匹。就这一块破布，能吃吗？能当钱花吗？去酒楼吃饭能抵账吗？那掌柜的认这玩意儿吗？不能，但这代表着皇家的荣耀，那是千金不换的。千金不换个屁！既然他不给钱，那就别怪本座不客气了。
这块布看着料子还行，挺结实，摸着也顺滑。虽然亏了点，但也算是从那个老抠门手里硬抠出来的一点回本货。哎，大当家，你要干嘛？做个讨债的家伙事儿。既然他不给工钱，那本座以后进他家门，看见什么就装什么，直到把本座的血汗钱装回来为止。谁也别想拦着本座。都听好了，把这块布给本座缝起来。对，两头缝死，要双层线，结实点，别到时候装多了漏底。上面给本座留个大口子，要能塞进去一个猪头那么大。这里还有这里，给本座加2根最粗的绳子，要能背在背上的那种，方便跑路。君主，这可是御私之物，不能剪啊！这是要杀头的。谁让你剪了？本座是让你们改成个袋子，懂不懂？什么叫废物利用？这个秦呲呲2个字给本座留着，缝在最显眼的地方，就当是个防伪标志。这可是那个老地主欠债的凭证，以后本座背着这个进宫，那就是奉旨进货，看谁敢赖！别说金银细软，就是那个老地主桌上的玉溪，本座也能给他装回来。你这是？老当家，你看，那个对门的老地主太抠门，咱们帮他破了大案，干活不给钱，就给了块布。本座寻思着不能浪费，就让人改成了个袋子。以后再去他家，本座就用这个装东西，把咱家的损失找补回来，绝不吃亏。好孩子，爹没看错你，哪怕睡觉都要背着皇上的圣旨，时刻不忘皇恩浩荡，这是何等的赤胆忠心啊！这是把国家装在心里啊！咱们陆家世代种粮，没想到到了你这一代，更是青出于蓝。皇恩，这老头在说什么胡话？本座这是把债条背在身上，看样子他是心疼那5万斤私盐的银子，都哭成这样了。行了，老当家，别哭了，本座知道你心疼钱，我也心疼。放心吧，有了这个袋子，下次去对门，本座肯定连本带利都给你装回来，哪怕是他桌子上的果盘。好，下次进宫爹带你去，让你背着这个袋子，好好给陛下长长脸，让陛下看看咱们陆家的忠心。这哪是嘉奖令啊，这分明是给皇宫下的一道洗劫令。这殿是要塌了！偏生得起这么早，不能被人发现，再快一点。为了躲那个小祖宗，连饭都不敢吃。昨晚一夜噩梦，他背着讨债代奔空境卵殿，皇上提着刀追我，只要蹭出这个门就安全了。四哥，早啊！大当家，这么早你在这儿干嘛？是在看风景吗？等你啊！昨天那笔账还没算清呢，那个对门的老地主赖了本座的赏钱，本座昨晚想了一数，越想越亏。既然钱进了国库，那本座就得去盯着点儿，万一他在哪个环节把钱赚走了呢？或者做假账呢？这种事本座见多了。走，带本座去你的那个分朵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大理寺乃是朝廷重地，阴森恐怖，到处都是刑具和恶鬼，还有满地的蟑螂老鼠。你一个小孩子去了会被吓哭的，到时候尿裤子怎么办？少废话，要么带本座去，要么我现在就喊老当家出来，说你偷了我的包子吃。罢了，带去就带去吧。到时候被吓哭了，正好让他知道大理寺不是好玩的地方。大人，这看清楚了，认不认识字？这上头写的是当今圣上特批的讨债令，本座奉旨进货，奉旨视察，谁敢拦我，就是抗旨。早姐，完了，肯定要吓哭了。舒坦，这就对了，这味儿才正嘛，够劲，比王府里那谷子脂粉味好闻多了，跟咱们绝命谷的地牢简直一模一样，太有亲切感了，这就是家的味道啊！家的味道？这孩子对佳佳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
四哥，看来你这分舵管理的不错啊，这帮兄弟看着都挺有杀气的，不像王府那帮软脚虾。咱们这儿什么时候改托儿所了？不行，太轻了，飘。四哥，这辫子没劲儿，设计有问题，打在身上就是听个响，皮肉伤而已，不疼不痒的。吓唬吓唬软骨头还行，遇到像本座这种硬齿子根本没用。那一大当家的高见，改良，找2根老牛筋，浇上细铁丝，再在那铁丝上弄点倒刺，要带锈的那种。打之前别泡盐水，那太老套了，也没创意。得泡辣椒油，或者抹点咱们谷里的特产痒痒粉。一辫子下去，皮开肉绽，还带奇样无比。那滋味儿，啧，保准让他哭着喊娘，把小时候尿床的事都招出来。这哪来的小魔头？手段比我们还黑，简直是阎王爷的私生女。这个更不行，设计的太不合理了，一点都不人性化。怎么说？这么平整，犯人坐上去要是睡着了怎么办？这是让人受刑还是让人休息？这儿还有这儿，得加几根钉子，也不用太长，半寸就行，刚好扎进肉里又不伤骨头，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最折磨人。只有让他们坐立难安，审讯的时候精神才能集中嘛，这也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。四哥，你这分舵的硬件设施还是太落后了，难怪办事效率低。回头本座让谷里的铁匠给你们打几套趁手的家伙事儿。作为专业的，咱们得讲究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这钱不能省。我这算什么冷面阎王？在他面前也就是个刚入行的学徒工，这哪是带妹妹见世面，分明是阎王奶奶来技术扶贫了。老子不招，有本事打死老子！老子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哟，来活了！四哥，这个让我来，正好试试本座新研究的快乐水好不好用。那眼神，把折磨人当成游戏的眼神。他是魔鬼！我全招！别让那个孩子过来！他眼神太可怕了，比鬼还吓人！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！真没劲儿，刚想露一手就被吓爬了。看来这京城的坏人心理素质也不行啊，太脆弱了。以后还需要什么严刑拷打，把他往大堂上一放，这就是大夏国最强的镇堂之宝啊！唉，大当家，上面灰大，你下来吧。我不，本座喜欢高处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这叫掌控全局。老四，不是本座说你，身为咱们堂口的卧底，你的心理素质太差了，一大早就在这唉声叹气。怎么，那个老地主又要扣你工钱了？比扣工钱还严重。京城出了个手段高明的飞贼，偷了官银，我查了3天，连个鬼影都没抓到。飞贼？你是说有人在京城这块地界上没跟本座打招呼就敢动手干活？是啊，此人手段极其诡异。放肆！这是不把本座放在眼里。本座刚来京城建立新堂口，正准备大展拳脚，竟然有同行赶来抢生意，这是挑衅，这是赤裸裸的向本座下战书，岂有此理！偷东西偷到本座眼皮子底下了，这要是传回绝命谷，本座的一世英名还要不要了？这关注点是不是偏了？你是郡主，不是贼头啊！走，带本座去案发现场，本座倒要看看是哪路毛贼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大当家，你发现什么啦？老四，你闻闻，这上头有股子缩骨药水的酸臭味，还带点常年钻阴沟的烂泥味儿。只有灰尘味儿啊！错不了。不用查啦，这是个侏儒，练过缩骨功，他是从这个排水口钻进来的。排水口？那口子只有碗口大，就算是孩童也钻不进啊！所以说他是玩杂耍的吗？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在本座眼里那就是班门弄斧。给本座把那个抢生意的同行找出来！敢动本座看上的银子，本座要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跟上！小的们，抄家伙！今天本座要清理门户，教教这京城的同行什么叫规矩。惹谁不好，偏偏惹了这个把京城当成自己地盘的活阎王。我突然有点同情那个无影鬼了。大当家，那虫子停了，看来那贼人就藏在这里。包抄过去。
此人轻功极高，缩骨功也是1等1，别让他跑了。没错，就是这味儿，一股子常年钻地洞的霉味，还有那一身没洗澡的酸臭味，里面的那个矮冬瓜，给本座滚出来！敢在本座的地盘上黑吃黑，还不来办山头交保护费？你是活腻歪了，还是觉得本座提不动刀了？哪里来的奶娃娃，毛都没长齐，也敢学人家黑吃黑？哟，还带了个大理寺的官狗。陆少卿，你这是没人用了吗？带个奶娃娃来抓爷爷？也不怕爷爷把这娃娃做成肉包子下酒吗？肉包子，好大的口气，在本座面前称爷爷，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这京城地界谁才是真正的大当家？本座数3声，把偷来的银子交出来，再给本座磕3个响头，本座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，否则留我全尸！就凭你这个断奶没几天的娃娃，爷爷我纵横江湖几十载，靠的就是这身来无影去无踪的轻功。看见了吗？这就叫身法，这就叫本事！来抓爷爷啊！大当家，小心！此人身法诡异，空间太小，施展不开，咱们先退。花里胡哨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是渣渣。既然你这么喜欢飞，那本座就让你飞个够。起！这还是人吗？走你！不，干得漂亮！本座还以为多厉害呢，连本座一招飞魔压顶都接不住，也敢出来混，下辈子投胎做贼，记得先把眼罩子放亮探探路，不懂规矩，这就是下场。行了，卧底，苍蝇拍死了，剩下的事儿归你，记得把那笔银子找出来，本座那份辛苦费，要是少一个子儿，本座就把你挂在他旁边，给他做个伴。是，谨遵大当家号令。彻底服了，这哪里是妹妹啊，这分明是比大理寺所有刑具加起来还要可怕的镇山太岁。嘿嘿，爷爷我的5脏6腑都碎了，横竖是个死，想知道银子在哪儿，做梦去吧！爷爷就是死，也要拉着那几万两银子陪葬，让你们交不了差。按着，卧底，你这业务能力不行啊，太粗鲁。大当家，不是我不想以德服人，是这次死猪不怕开水烫。行了，那是你没找对法子。作为大当家，本座教你一个乖，像这种一心求死的，你不能对他用刑，得对他好，让他舍不得死。你想干什么？本座能有什么坏心眼呢？就是看你挺硬气，想请你吃顿饭，吃饱了有力气了，咱们慢慢聊。哥，给我找个大碗来，本座亲自下厨做碗绝命谷的招牌黯然销魂饭。好，你来，兄弟，趁热吃。像把100条死鱼扔进茅坑，欧了半年又暴晒3天，这也叫饭？来，兄弟，趁热吃，这可是本座特意去后厨的泔水桶里。哦不，老唐锅里给你剩的，这也叫饭？那白色的那都是……不吃，拿走，快拿走！士可杀不可辱，有种你给我一刀！怎能不吃呢？这可是本座的一片心意，还是我亲自调的味儿，浪费粮食是可耻的，尤其是我赏的饭。来，乖，张嘴。一边烧红的刀子，这份泔水炸了啊！痒，好痒啊！我拿了什么？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没什么呀，就是加了点我们谷里的土特产千衣粉。别乱动！你们这些疯子，杀了我吧！杀你不值钱，养一会儿你就老实了。我说，别为了祖宗大爷，我全招。银子在城外的义庄，就在停尸房最里面的口红棺材里，还有那个指使我的人识兵不识狼的小舅子，是他给了我图纸。我都说了，给我个痛快吧，给我解药，求求你了。唉，真没劲儿，本座还没喂过瘾呢，这么快就招了。看来你这硬汉也是装的。卧底，看来这人是不饿，这剩下的赏你了，别浪费。这玩意儿比鹤顶红还可怕，绝对不能吃。不用了，大当家辛苦，大当家威武，我不饿，我真的不饿。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辈子，绝对不能惹妹妹生气。切，不识货。行吧，既然案子破了，那咱们就去收银子。哼，记得啊，这次要是再敢把本座那份辛苦费充公，本座就亲自下厨，给你做一桌满汉全席。
大当家放心，这次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钱也是您的，谁敢充公，我跟谁拼命。老四啊，我听说你把蓉儿带到这阴森地界来了，这大理寺天牢可是人带的地方吗？老四那个闷葫芦哪会带孩子？这煞气重得很，别把我不容易找回来的宝贝闺女吓坏了。这是老四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能让妹妹看这种血腥的场面，还让她踩着犯人？哎呀，完了！父王要是知道妹妹围毒，还要把人整死，我这层皮怕是要保不住了。父王，您听我解释，其实是老当家，你咋来了？是不是知道本座？不，知道我饿了，来给我送吃的。蓉儿啊，你刚才是在干嘛？那个犯人怎么哭得那么惨？哦，那个矮冬瓜，我在对他进行教化呢。教化？对啊，四哥说了，这人偷东西不学好，是个误入歧途的坏蛋。四哥说，光打是不行的，得让他从心底里知道错了。所以我就跟他讲道理呀。我告诉他，做人要厚道，不能拿别人的东西，还请他吃了一顿饱饭，让他感受到了咱们家的温暖。你看，他都感动哭了，哭着喊着说以后再也不敢了，还要把偷走的银子都交出来呢。对，我感动，我太感动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求求你们，别再让我感受温暖了，我招，我什么都招。原来是这样。不是严刑逼供，而是以德服人，是用爱心感化。好啊，我的蓉儿真是菩萨心肠。面对这种穷凶极恶的歹徒，不仅不害怕，还知道请他吃饭，劝他向善，这就是大爱，这就是格局啊。老四，你有心了。父王以前错怪你了，以为你只会打打杀杀，没想到你办案如此讲究，还知道带着妹妹从小树立正气。这种现场教导比读那些死书强多了。父王过奖了，都是大当，都是妹妹教导有方。好，走去把库银找回来。撬开棺材盖！来了，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！哎呀，银子！老四，你看见没？这就是仁义的力量。要不是蓉儿感化了他，这银子能找回来吗？办案啊，得向你妹妹多学着点。嘿嘿，本座说过，只许进，不许出。这2锭大金子就当是那碗黯然销魂饭的饭钱。这帮居然还在夸他是小菩萨，这哪里是菩萨？这分明是那个犯人宁愿坐牢，看头也不愿多看一眼的小魔头啊！1个、2个，加上之前从赵老头家炒来的古董咸菜缸，还有这金元宝，这新堂口的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。睡觉，养足精神，明天接着带那帮没出息的哥哥们干票大的。谁能想到，就是这个天使，短短几天内就把成亲王府的画风从阴谋造反带成了奉旨打劫。小的们，本少爷回来啦！来人啊，都死哪儿去了？本少爷斗鸡赢了，怎么没人出来迎接？还有没有点规矩了？老王那个马屁精怎么还没滚过来牵狗？黑风，去把那个偷懒的奴才给本少爷揪出来，养坏了算我的。哼，等着听惨叫吧。黑风，死狗，你干嘛呢？是不是在里面吃独食呢？你反了天了，连条狗都敢不听本少爷的话，我倒要看看。怎么不动了？刚才跑得挺欢的，咋这会儿就歇菜了？再不跑，本座就把你炖了，吃狗肉火锅。哪儿来的野孩子？给本少爷滚下来！那是本少爷的战权，谁给你的胆子欺他？你是谁呀？吵得本座恼人而疼。我是谁？竖起你的耳朵听好了，本少爷就是这成亲王府的七公子，京城第一少陆行舟。识相的赶紧滚下来磕头认错，不然本少爷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整天不着家，只会斗鸡走狗的老七啊！
老当家说你是家里最没出息的，看来果然没说错，连只畜生都管不住。你好个牙尖嘴利的小丫头！既然你敬酒不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本少爷不客气了。黑风，咬他，给本少爷咬死他！废物，给本少爷下来！哎，再动一下，本座就把你的脊梁骨拆下来当甘蔗啃。服不服？你不讲武德，有本事放开我，咱们大战300回合。不服？服了，女侠饶命！姑奶奶饶命！骨头要断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只狗归本座了。至于你吗？我看你骨骼惊奇，脑子不太灵光，但耐揍。以后你就跟着他混吧。他是本座的大狗子，你就是本座的二狗子，听明白没有？二狗子，好啊，真好啊！老七这个混世魔王，终于长大了，懂事了。以前让他干点啥都推3阻4的，现在妹妹一回来，他竟然愿意趴在地上哄妹妹开心，还给妹妹当大马骑，这才是兄友妹狗，这才是手足情深啊！驾，大马快点跑！父王，你是不是瞎呀？这哪是兄友妹狗，这是谋杀亲哥！我去办正事，你跟着干嘛？少来这套！看你这贼眉鼠眼的样子，分明是去踩盘子。这种发财的好事，能不带上本座？姑奶奶，我是真去。走，同去。乱糟糟的劲儿，人生吞活剥的眼神，跟咱们绝命谷分赃时一模一样。二狗子，这地儿有家的味道。鸭大！本少爷今日要把输掉的都赢回来。1、2、3， 6点小，庄家同去。输了，又输了，连娘留下的玉佩都没了，我不信，再来！没钱就滚一边去，别挡着大爷发财。慢着，谁说没钱？本座这里有的是钱。小娃娃，这是赌坊，不是过家家的地方，赶紧下去。汪，本座玩的就是心跳，刚才那把不算，咱们玩把大的。这一局本座压大。好，有种！小娃娃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头中里灌了钱，想摇几点就摇几点，跟老子斗，买定离手，开！出老千，玩阴的是吧？行，那就别怪本座给你来个物理超度。出钱！庄家出钱！包子里挂了钱！怎么可能？这头子做的天衣无缝，怎么可能被人一巴掌隔空拍碎了？啧，本座还以为你有什么真本事，原来也是个玩杂耍的。按照道上的规矩，出千要夺手。不过本座今天心情好，不想见血。二狗子还愣着干嘛？装钱啊！这一桌子都是咱们赢的，哎，我的都是我的，让你坑本少爷！哇哈哈！怎么不服气？这桌子不太结实啊。你的脑袋有这桌子硬吗？这小祖宗惹不起。千妹，你刚才那一招隔山打牛太神了，教教我呗，以后我在京城岂不是横着走？想学，先把马步扎好，回去每天在后花园拔100棵树，练个10年8年也就差不多了。我觉得当个只会喊大当家威武武的二狗子挺好的，真的。大当家，咱们赢了这么多钱，去哪儿潇洒？听说前面有个叫醉仙楼的地方，菜不错，去那儿。本座要吃肉，吃大块的肉。好嘞，二狗子这就带路。小二，把最好的雅间给爷腾出来。哟，这不是陆七少爷吗？您楼上请。招牌菜有什么上什么，爷今儿个别的没有，就是银子多的没处花。二狗子别废话，赶紧让他们上肉。本座要吃整只的猪，切成片吃着没劲儿。听见没？照办。哟，这么大的排场，我还当是哪位王公贵族呢？听说你都穷到去大理寺门口要饭了，怎么今儿个这是打肿脸充胖子来了？还带着个一身土腥味的野丫头，别是从哪个乞丐窝里捡回来的吧？姓赵的少在这阴阳怪气，小爷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。识相的赶紧滚，别扰了小爷的兴致。想走门都没有。陆老七，你叔叔那笔账还没算清楚呢。
既然碰上了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，给我把这桌子掀了。本公子最看不得穷鬼在这装阔。哎呦，谁？哪个不长眼的敢打本公子？吵死了！吃饭大喊大叫，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给我上，把这野丫头一起打死，算本公子的！大当家快跑！好，本座的字典里就没有“跑”这个字。哎呦！还想掀桌子是吧？本座这儿还有个大家伙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你别乱来！我爹可是……是你大爷！大当家，您刚才那招飞盘术简直太帅了，能不能教教我？想学？想学。回去扎马步，每天去厨房洗300个盘子，洗个3、5年，手感也就有了。洗盘子还要300个啊？这也行。大当家，这盘子都碎了，咱们怎么吃啊？把地上的这些垃圾扫了，盘子钱算刚才那人的。是。再给本座重新上一桌，这回肉要双份的。还有，把盘子全换成铁的，瓷的太脆，砸着不顺手。明白，小的这就去办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丫头这么厉害？这才是真正的混世魔王啊！以后在京城只要跟着大当家混，谁还敢欺负我陆老七？这就叫抱大腿的快乐。大当家，这肉也吃完了，咱们是不是该去听个曲儿消消食？听曲儿？那地方有点新吃吗？有，必须有。那里的桂花糕是一角，还有长得好看的姐姐给你剥葡萄吃。走，二狗子带路。哎呦，好嘞！二狗子，不对劲，这地方妖气冲天。你瞧那些娘们儿，脸白的跟纸似的，嘴上抹了半碗血，手里还摔着法器迷魂饭，专勾人魂，8成是个盘丝洞。哎呦，这不是七爷吗？七爷，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怎么还带个孩子来这种地方？少废话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包厢腾出来，最漂亮的姐姐都叫出来。本座是来视察工作的。哎呀，小祖宗，您里边请。好久没来了，顾家想死你了。哎呦，这小妹妹长得真俊，来，姐姐抱抱。别动，这胳膊全是肥膘，走，腰上也软塌塌的。就你们这身板，跟着本座出去抢地盘，官兵一来，跑都跑不动，还得我背着你们。停，都给本座站好了。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站没站香，坐没坐香，歪七扭八的像什么话？还有那个弹琴的，别弹这种让人想睡觉的调子了，那是冥冥之音，是亡国之音。那弹什么？给本座换个带劲的。小祖宗，奴家只会弹18摸和春江花月夜，不会弹砍人的曲子啊！废物，既然不会弹，本座叫你听响。听好了，就像这样，以后咱们这儿不叫怡红院了，改叫忠义堂。所有人都给本座动起来。第一排那个穿红衣服的带头扎马步，第二排那个穿绿衣服的去把窗户打开通通气，这一屋子味儿熏的本座头疼。别看我，那可是连藏獒都能骑的主儿，我干过。你分开，腰挺直，屁股下沉。还有你，别抛媚眼了，留着点力气喊口号，听我口令。没吃饭吗？上！我的娘，这声音怎么听着像是进了兵营？哎呀！1、2、3、4，22、3、4，要想身体好，就要多洗澡，嘿，多练跑，都给本座精神点。咱们的目标是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做大做强，连青楼都能被他带成校场。这世上还有什么是大当家干不出来的？行了，保持这个姿势别动，坚持半个时辰。那个谁，给本座剥个葡萄，表皮薄肉厚的。大当家请用。不错，这葡萄挺甜，以后本座常来。要是下次来你们还没练出点肌肉，本座就让你们去后花园拔树。王爷，眼线回报，七少爷带小郡主砸了酒楼，现下进了怡红院，至今未出。哼，好，很好，逆子，畜生！老七平日顽劣也就罢了，居然带着3岁半的妹妹去逛腰子，他是要把陆家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。今日若不打断那逆子的腿，我去复姓陆。好，陆行舟，那个逆子在哪儿？在天子1号房。逆子，给我滚出来受死！父王，老当家，你咋来了？
是不是来视察工作的？办公？蓉儿，你们这是在做甚？莫非他知道本座在此办公，特意来视察工作的？老当家有所不知，二狗子。哦不，七哥今日带我巡视地盘，了解民情，恰巧路过此处，发现这帮姐姐实在太可怜了。可怜？正是，你看她们一个个瘦得跟猴似的，一阵风就能吹倒。本座心想，既然咱们陆家是积善之家，岂能坐视不理？所以本座决定亲自传授他们武艺强身。只要练好了身体，有了力气，日后就算不在此处混饭吃，也能去码头扛大包，去工地搬砖头。总好过在这里被人欺负，这叫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扎马步虽苦，却比陪笑应付脑满肠肥的客官要干净得多，也要有尊严得多。父王，儿子以前那是糊涂，今日听了妹妹一席话，才知什么是人间疾苦。儿子不是在胡闹，是在帮这些苦命女子重拾尊严，强健体魄。误会，全是误会。本以为你们是来寻欢作乐，没想到竟把这污秽之地变成了教人向善的学堂，何等格局！好，老七，你终于长大了。父王往日总怪你游手好闲，没想到你骨子里竟藏着这般悲悯之心，不嫌弃他们身份低微，还肯屈尊相助。父王错怪你了。天可见练，这10几年挨了多少顿毒打，今天竟然在青楼被垮了，这简直是祖坟冒青烟啊！都起来吧，既然是郡主让你们练的，那就好好练，把身体练结实了，这是道才有活路。这些钱拿去买些厚实衣裳，再置办些肉食，大冷天的穿这么少，也不怕冻坏了身子。以后若有人敢欺负你们，就报成亲王府的名号。从未有人在意我们了。谢王爷，谢郡主。行了，都别哭了，拿着钱好好补补，下次本座来检查，要是谁还没练出肌肉，本座可不轻饶。是，谨遵大当家号令。蓉儿啊，今日这事你做得对，只是这种地方鱼龙混杂，以后还是少来。若是真想帮他们，就让你七哥出钱把人都买下来，带回府里做工，咱家院子大，住得下。全买下来，带回府，那以后王府岂不真成了水泊梁山的忠义堂了？老当家英明，我看那几个姐姐底子都不错，带回去当打手正合适。回头我再传他们一套绝命刀法，咱们分朵的守卫力量就更强了。啊，好好，都听蓉儿的。唉，这个家已经彻底疯了，但奇怪的是，这种疯好像还挺带劲的。这新堂口的日子，虽说吃喝不愁，可嘴里也太淡了。二狗子被揍服了，正躲在窝里舔伤口。卧底四哥忙着在大理寺升官发财，就连那个抠门的三哥都忙着去收保护费了。偌大个王府，竟连个能陪本座练手的人都没有。唉，也不知道二狗子抗不抗摔，要不要找他再练练？离家游学3载，这20车看似是孤本古籍，实则是江南81寨的歃血盟约和朝廷大员的黑料账册。这便是我送给父兄的一份大礼，也是陆家日后问鼎天下的基石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带那个骑白马的小白脸，给本座停下！哎，哪里来的野童，竟敢在亲王府门口惊扰车驾？莫非是朝廷派来的烂路虎，还是试探虚实的探子？扯呀这么深，凭本座在绝命谷多年的经验，里面若不是大黄鱼，我就把脑袋拧下来当球踢。发财了，懂规矩吗？什么规矩？进了这道门，就是本座的地盘。想要从此过，得先交过路费。看你带了这么多货，本座也不黑你，见面分一半，留下10车，剩下的让你过去。荒谬！车上装的皆是圣贤之书、治国之策，岂容你这等市井之徒然指？速退下，否则休怪本公子让人把你插出去。原来是1车废纸。小白脸，你是不是让人给骗了，被人坑了吧？拉这么多引火的柴火回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家后厨断粮了。柴火，那可是前朝大儒的手稿，那是价值连城的孤本。更要命的是，那书页夹层里藏着足以让陆家满门抄斩的造反名单啊！你竟敢亵渎斯文！拿着吧，看你这一路风尘仆仆，连车废纸都舍不得扔，估计是饿坏了。这馒头虽硬，但顶恶纸虽糙，包着吃不脏手。完了，这要是被旁人看见，或是被风吹走，陆家满门都要掉脑袋。必须吃下去，只有烂在肚子里才是安全的。老五，
我的儿啊，你这是遭了多大的罪呀！回到家门口了，竟然饿得连纸都吃。你是读书读傻了，还是饿疯了？啊，父王，儿子这是忆苦思甜，还是蓉儿懂事儿。刚见面就知道心疼哥哥，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哥哥吃。这就是血浓于水，这就是手足情深。这府上又得靠我撑着了。这条造反的路似乎比想象中还要艰难万分。啊？谁呀？二狗子，让开！本座闻到味儿了。大当家，这大半夜的您不睡觉，跑这儿来干嘛？哥哥们在里面商量给父王祝寿的大事，谁也不让进啊！祝寿，上蒙本座，我分明闻到了烧鸡味、桂花酿的味，还有那谷子彩盘子分赃前特有的酸臭味。背着大当家开小灶，这叫吃独食，是要3刀6洞的。你没有，起开！行啊，看不出来你们这帮不省心的，居然还懂这个。大当家看得懂此图？切，小瞧本座，这不就是肥羊分布图吗？当年在绝命谷那个被官府通缉的鬼算子，老头儿天天拿着这种图叫本座。红圈这里有大户，有水族，适合干一票。黑线呢是硬骨头，家里有看家护院的得绕开。至于这条箭头嘛，自然是跑路的方向，风紧扯呼。虽然画工糙了点儿，但意思到了。看来那个鬼算子说的没错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这抢地盘的规矩到哪儿都通用。鬼算子，莫非是当年凭一张图纸就借了朝廷30万两军饷的那个传奇军师？原来妹妹竟得了他的真传。那以大当家之见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老五，你脑子是不是让门挤了？那个鬼老头说过，这种又宽又平的大路，那是给朝廷鹰犬走的，上面全是看门狗，手里还拿着家伙事儿。大当家，你带着兄弟们走这儿，呀，是嫌命长，还是想给那些看门狗送夜宵？那以大当家之见，该走何处？走这儿。鬼老头叫过本座，这就叫灯下黑。这地儿本座熟，看着像极了绝命谷后山的刨尸地，两边全是黑松林，草深得能藏下100头猪，路又窄又滑，那帮肥羊进来了就得排成一字长蛇阵，想跑都跑不了。咱们只要2头1堵，往中间扔几个大石头，再撒点迷魂烟，这就叫关门打狗，这就叫套麻袋。不用流血，不用拼命，那帮肥羊就得乖乖把肉吐出来，这才是咱们绿林好汉的生意经。给所有关卡直插粮仓后方。所谓肥羊是敌军补给线，套麻袋是围点打援，口袋阵，这哪里是土匪黑话，分明是兵法。烛火噼啪作响，弦音低回。妙啊！大当家这哪里是土匪黑话，这分明是兵法治理，避实击虚，出其不意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原来大当家深藏不露，竟然适当是兵法大家。不叫了，大当家真乃神人也。这一招暗度陈仓，足抵10万雄兵。听大当家的，咱们就走这条道。去套麻袋。是。不就是叫怎么劫道更安全吗？至于激动成这副德行，这新堂口的兄弟业务能力也太差了。行了行了，既然听懂了，就赶紧去准备麻袋和蒙汗药。鬼老头说了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是。本座困了，回去补个觉。以后这种技术活，记得先问问本座，别瞎画图。大哥，有了大当家的指点，咱们的胜算至少增加了3成。我觉得大当家天赋异禀，是个天生的女帝苗子。咱们不能埋没了人才。明天我就开始教他更高深的合纵连横之术。准了，务必让大当家尽快掌握帝王心术。大当家里面说什么了？哼，也没啥，就是给这帮笨蛋上了一课，劫道的100种姿势。二狗子，你也学着点，别整天只会遛狗。蓉儿，今日乃是你开蒙第一课，既有将帅之才，便该习这真正的帝王之术。
今日讲的是纵横家之谋略，远交近攻。所谓远交，乃联络远方强国；至于近攻，便是要铲除邻近对手，取而代之。就像隔壁礼部尚书那个王老头，此人视为素餐，只会死读书，却处处压我一头，挡我升迁之路。必须先将其攻下，本公子方能在礼部只手遮天，为大业铺路。哦，原来是这意思。当年绝命谷看大门的瞎子老头也说过，想当老大就得先把骑在头上的老家伙干掉，睡他的床，吃他的肉。老五，原来你这写酸词的日子过得这般憋屈，竟是被隔壁老地主欺负了。本座早看到我老头不像好人，强修那么高挡我晒太阳。最可气的是，他院里那排火腿，那味儿天天顺着墙飘过来，勾得本座整夜睡不着。正是。既然师爷下令要进宫，要取而代之，那本座今日便替你出这口恶气。先把那排火腿攻下来，让他知道这片地界谁是老大。大当家有心了。别劳烦你，去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成。二狗子、大狗子，吵家伙！师爷下令了，王老头欺负咱们5个，全军出击，替天行道。大当家，真的要抢吗？那可是王尚书5哥的顶头上司啊！这要是被知道了，5哥在衙门里还能有果子吃，不得被穿小鞋穿死啊！正因为是上司才要抢，5哥说了，这叫进攻，要把他取而代之。只要把他的肉抢光了，把他饿死了，5哥不就能当上书了吗？这好像也没毛病。上！哦，干！好东西，怪不得那老头压着5哥还能长这么肥。二狗子，接着！哎呦，不过早就看在王上书不顺眼了，平日里见父王也是一副鼻孔朝天的死样子。今天抢了他的肉也是活该，贼不走空。本来只想顺走那盘芙蓉糕，给5哥当安慰奖。手一滑，这破纸也上道了。算了，看着挺喜庆，拿回去正好给5哥擦嘴。搞定！哎呦，按照部署，那个王老头的家底已被本座抄空，这3条腿便是他平日压榨的证据。从今天起，让他没肉吃。看他哪还有力气欺负人！祖宗啊，让你给点颜色看看，没让你把人家厨房搬空啊！明早上朝，尚书大人顶着饿撇的肚子参我一本，仕途岂不毁了？先欣赏你了。你张破纸看着像请帖，本来想包肉的，嫌太硬，便作罢了。这是做梦都没想到，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，动不动就骂我不务正业的顶头上峰，竟然私通敌国。这哪里是什么诗会？请柬分明是为北燕系做打掩护的街头信物。这也是进攻计划的一部分。大当家早就看穿了王尚书那父威君子面孔，故意抢肉，实则是为了声东击西，窃取通敌铁证。此招实在是高。铁证一出，王尚书必到无疑。尚书之为非我莫属。啊，那不过是张店桌脚的废纸，既然能帮你升官发财，便不用谢了。以后多弄点火腿就行。既然拿到了入场券，这出好戏就必须唱下去。下午便是兰亭诗会，既是老贼要去街头，那便去给他教个天翻地覆。走，带你去抓那真正的大肥羊。哦，吃席！二狗子，备车，去那什么劳神子诗会。本座今日要亲眼看着5哥把那个死老头踩在脚下摩擦。这什么破规矩？是用这洗脚水喂猫呢？蹲半天连块像样的肉都没见着。5哥，你说的吃席，莫非就是喝这玩意儿？小祖宗，这是风雅之事。人人接上头抓住大肥羊，回去想吃什么都有。按照暗语，北燕的接头人此刻就在假山后翠竹林，我们先躲过去，记住别出声。果不其然，明月照大将。你我这黑化队的特墨迹简直丢岛上的脸，大刀向猪羊。哎呦妈呀！
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啊！我只是个送信的，别宰这头猪羊。其实这是心意。鬼鬼祟祟，捂这么紧，8成有宝贝。小兄弟，胸口那团借我瞅瞅。交出来！什么？刚出炉的烧饼，还是肉馅大包子？我什么都没。别动！本座鼻子灵得很，闻见了油香味。本座数3声，再不交出来，就把你扔进那条臭水沟里喂王八。1、2，哼，终于掉出来了。切！死穷鬼，出门连个干粮都不带，还敢捂那么严实，简直浪费本座的感情。这是京师布防图，这些红叉是北燕军队的进攻突破口啊！通敌叛国的铁证，足以将礼部尚书王老贼满门抄斩。高，实在是高。若是对暗号，这胆小如鼠的秀才未必肯交。大当家这一招单刀直入，直接击溃对方心理防线，物理搜身，连思考的机会都不给他。大当家，你这一招打草惊蛇用的简直出神入化，比起那些虚头巴脑的诗词歌赋，还是大当家这简单粗暴的手段更有效率。咱们这次是真的抓到大鱼了。这书呆子没见过世面吗？见张破纸都能乐成这样。行了行了，既然东西到手了，那咱们能去吃席了吗？本座刚才看见那边桌上有盘姜肘子，再不去就被那群酸秀才吃光了。吃，必须吃。今日大当家立此奇功，就算把这兰亭的韭菜吃光了，五哥也替您买单。走，咱们回家。五哥要回去写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文章，给那王老贼送终。这一夜看似平静的京城，即将因为这张被当作肉包子抢来的图纸掀起惊涛骇浪。若想守住成亲王府，守住我们的命，这笔不得有一点差错。走了这一次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陈文国之大贼，莫大于里通外国，人之无良，莫甚于吃里扒外。写酸词的，你这是在绣花吗？这一长串弯弯绕绕的鬼画符，那个总舵主能看懂才怪，一点杀气都没有，软绵绵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给他写情书呢。大当家，这乃奏书，呈给陛下的，自当辞藻华丽，唯有占据道德高地，立树其罪状，方能彰显正义。数个屁！咱们是去揭发二五仔，是去清理门户，跟那个没见过面的大伯废什么话？直接告诉他家里出了内鬼，让他赶紧把人收拾了，不然咱们就代劳。让开，本座念，你来写，要写的简单粗暴，要让他看了就知道，不看了那个老贼，这事儿就没完。罢了，大当家虽然没文化，但这股嫉恶如仇的劲儿，或许更能引起陛下重视。第一句写抬头，就写给对门的总舵主。总舵主，这可是给陛下的，是不是该写圣上亲戚才合乎礼制？费那劲儿干啥？老当家不是说了吗？他是咱们亲大伯，那就是一家人。叫总舵主，显得咱们尊重他的江湖地位。总舵主亲戚，多年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大伯，听好了，你手底下那个姓王的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他吃着你给的饭，还想砸你家的锅，居然敢跟外面的野人勾勾搭搭，想把咱们的地盘卖给别人。吃着饭砸锅，这比喻虽粗，用来形容被主求容道也贴切。本座今天去吃席，正好撞见他在跟那帮野人对黑话，证据本座都给你抢回来了，就塞在信封里。这老小子坏得很，必须3刀6洞，限你3天之内把他给办了。要是你下不去手，或者闲刀钝了，那就言语一声。本座这就带着二狗子和大狗子去把他家给平了，挂城门口风干。大当家，这风干2字是不是太血腥了？陛下看了会不会？会什么？只会觉得咱们够义气。把这个也包进去。印章找不着，那就用这个。齐活。嘿，这就是咱们的投名状，告诉大伯，这是本座管定了。老五，奏书写的如何了？明日上朝事关重大。这是什么？总舵主吃着饭砸锅，挂在城门口风干。老五，你是疯了吗？这种粗鄙之语若事成给陛下，咱们陆家就是大不敬之罪啊！好，写得好，痛快！我就看那帮文官写的奏折不顺眼了，弯弯绕绕半天说不到点子上。大当家这几句才是真汉子，对于这种卖国贼，就得风干，就得平了他家。这就叫嫉恶如仇。陛下看了，定会觉得咱们陆家满门忠烈，眼睛里揉不得沙子。一派胡言，撕了，必须撕了重写。哟，都在呢。
这么晚了还不睡，是不是在商量明日弹劾王尚书的大事啊？老当家，快看，这是师爷刚写的信，本座也按了手印了。这是给那个总舵主，哦不，给大伯的举报信。哦，给皇上的。总舵主亲启，好啊，蓉儿，这是把咱们大侠看作一艘大船，陛下就是常舵之人，这是何等的大局观！砸锅勾搭野人写得好，有骨气，还接地气。这比喻虽然通俗，却是话糙理不糙。这是在痛斥奸臣背信弃义，这是在替陛下鸣不平啊！若是没有对陛下的一片赤诚忠心，哪里写得出如此愤慨的文字？这首硬案得实，代表了蓉儿这是拿性命在担保。至于这封干，只是在向陛下表明决心。咱们陆家与奸臣势不两立，哪怕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为国除奸，将那卖国贼碎尸万段。这也能行？把皇上叫总舵主，还被解读成护国除奸？爹的脑回路究竟是怎么长的？写得好，写得太有力量了！这哪是一封信，这分明是发自肺腑的讨贼血书啊！不用改了，明日早朝，本王要亲自带着这份血书上殿，本王要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声朗读出来。那些文绉绉的奏折，陛下早就看腻了。只有这种带着血性的文字，才能振兴朝堂。父王三思啊！耶，老当家威武！明天就去念，一定要大声念，让那个大伯听清楚点。告诉他，要是他不敢动手，就把人交给我。放心吧，蓉儿，爹一定把你的心意带到。陛下若是知道咱们府里出了这么个嫉恶如仇的小女侠，定会欣慰的很。完了，当父王在金銮殿深情并茂的念出吃着你的饭砸你的锅锅时，那会是怎样一副天崩地裂的场面？这弹劾终究还是变成了当庭恐吓啊！陛下，老臣冤枉啊！老臣心里苦啊！陆守成教子无方，作背行凶。昨日本臣大白天，竟被他家那刚认回来的野丫头翻墙入室，抢了老臣仅剩的3条火腿，连一盘芙蓉糕都没给老臣留啊！陛下，此等行径与土匪合意，这哪里是亲王府，这分明是贼窝啊！陛下，老七，王尚书所言可是真的？启奏陛下。王尚书所言纯属避重就轻，小女确实去了他家，也确实拿了火腿，但这并非抢劫，而是替天行道，是清理门户。门户？我是礼部尚书，你家丫头算老几？凭什么清理我的门户？陛下，臣今日上殿就是要呈上一份臣女陆荣连夜写下的讨贼血书，此书字字泣血，句句惊心，乃是臣女对陛下一片赤胆忠心啊！哦，3岁孩童写的血书，念来听听。总舵主亲启，大不敬，这是大不敬啊！陛下，他竟敢闭嘴！是，真执掌天下，确实也算是个最大的舵主。这称呼听着倒是比那声万岁爷顺耳，透着股子自家人的亲切劲儿。继续念。你手底下那个姓王的邻居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他吃着你给的饭，还想砸你家的锅，居然敢跟外面的野人勾勾搭搭，想把咱们的地盘卖给别人。吃着皇粮还勾结暗做，这是通敌谋反的罪名啊！完了完了，若牵连到我，血口喷人！这老小子坏得很，必须3刀6洞。本座这就带着二狗子和大狗子去把他家给平了，把他挂在城门口封干。咱们道上的规矩，对于这种二五仔绝不留全尸。您听听啊，要把他封干，这是何等的嫉恶如仇，这是何等的刚烈！若非对陛下忠心耿耿，若非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小女怎会写出如此杀气腾腾的文字？哎呀，这不是我藏在暗格里的通敌铁证吗？怎么会跑到这疯丫头的信封里？好一个吃着朕的饭，砸着朕的锅，好一个勾搭野人！王爱卿如今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话讲？老七啊，你生了个好女儿。这封血书虽满纸黑话，却字字珠玑，直指要害。尤其是这句句总舵主深的真心。皇上，来人，摘了他的乌纱帽，扒了官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居然真听进去了，真的要封干啊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
成亲王府五子陆慈虽未及官，然心怀社稷，积恶如仇。此次揭发逆党有功，才砍大用，特擢升为赞代理部尚书事。这就生了。司昨日还在愁怎么把那本破书运回家，担心全家掉脑袋，今日竟成了掌管天下礼乐的不堂高官。这际遇，简直比戏文里唱的还要荒诞。好啊，陛下隆恩，这是信得过咱们陆家。咱们府上老大阴沉算计，老二舞刀弄枪，老七混吃等死，如今终于出了个读圣贤书、干正经差事的文官了。礼部尚书好啊，不沾兵又不沾钱，最是安全。看来陛下真没把咱们当外人，咱全家这几颗脑袋算是保住了。这顶乌纱帽是谁给的？我心里跟明镜似的。那绝非陛下恩赐，分明是大当家凭本，是从王老贼嘴里抢回来的。做人不能忘本，升了官得先去拜码头。大当家成了，真的成了！那王老贼真的被扒了官服，听说要挂在城门口封干示众。更要紧的是，陛下钦点我顶了他的缺，暂代礼部尚书一职。行啊，写酸词的，看得出那个总舵主还算懂点道上的规矩。咱们帮他清理了门户，除了那个祸害，他要是这点表示都没有，那这总舵主也不用当了，陪叩门。大当家请看，这是朝廷发的官服，匪炮玉带，这可是3品大员的规制啊！什么大员不大员的，在道上这叫相主。你以前穿的破破烂烂的，也就是个白纸衫，现在换了这身红皮，气派多了，像个管事的样子。既然当了相主，那就要有相主的觉悟。以后那个什么礼部，就是咱们设在朝廷里的新堂口了。你既然去那里坐镇，也就是咱们在那边的分舵主。礼部成分朵了，我是舵主。陛下一旦知道，恐怕先把新发的官服收回去，再赏我一顿板子。记住了，新官上任3把火。既然接手了新地盘，第一件事把账盘清楚。回头你给本座整一份名单出来。什么名单？是礼部官员的考评名册吗？要那帮穷酸的名单干嘛？既不能吃，又不能卖。本座要的是肥羊名单，看看那个堂口里谁最有钱，谁家存粮多，谁家还有那种好吃的火腿。尤其是那些平时爱搜寡民脂民膏，不给人做事的，都给本座记下来。记下来做什么？咱们既然开了分舵，就得有进项。等过2天本座闲了，就带着二狗子去挨家挨户收保护费，这叫整顿堂口，懂不懂？原来在大当家眼里，整顿吏治就是按照名单去抄家呀。大当家放心，武帝一定尽力去摸底。行了，去吧，好好干，别给咱们绝命谷丢人。要是那个总舵主欺负你，你就回来报信，本座去给你撑腰。虽说荒唐，但身后站着这么一位敢把整顿吏治变成按名单抢劫的大当家，这朝堂之上还有谁敢给我脸色看？好一个总舵主！皇上龙颜大悦。老东西，你看看这字，跟鬼画符似的。可这称呼透着股子江湖豪气，朕听腻了万岁爷爷，听烦了那些磕头虫的彩虹屁。陛下，那是昭华郡主赤子之心。什么赤子之心？这是看透了世事炎凉。他知道朕身边全是虚情假意，才用这极端法子表忠心。吃着朕的饭砸朕的锅，这话多精辟，比翰林院那帮掉书袋的老夫子透彻多了。启禀陛下，关于成亲王府近日动向已有眉目。讲。据探子回报，成亲王府近日与京城最大的青楼怡红院往来密切。禀报陛下，他们昨夜去了怡红院。你说什么怡红院？老七那个怂包敢去逛青楼，他不要老脸了？不怕家里的母老虎打断他的腿？成亲王、世子、二公子、七公子，还有刚回来的昭华郡主，都经常出入，甚至听说练兵，在青楼练兵，老七这是疯了不成？正是如此。怡红院如今改名忠义堂，姑娘们不再接客，整日扎马步、举石锁、练刺杀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说是要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有意思，简直太有意思了！在青楼养私兵，还是娘子军，还要做大做强？不行，朕坐不住了！
朕非要亲眼去看看那个敢叫真真总夺主主的小丫头到底在搞什么鬼！大办，去给朕找一身常服来，要富贵点的，看着像大财主袁大头的那种。奴才遵旨。立刻备车，朕要微服私访，目标怡红院。陛下，那可是烟花之地啊，万一有损龙颜。少废话！什么烟花之地？那是朕侄女开的。忠义堂。朕是去视察工作，看看朕的分朵办得怎么样。是。老爷，这种地方万万去不得啊！闭嘴，猎物就在里面。这个新东家手断了得亲眼瞧瞧。老爷，我今日可是来谈大生意的。好嘞。我们青楼还要对暗号，本地没带。让开，别挡着本座巡街。好大一只待宰的老肥羊，这身行头把半个绝命谷卖了都换不来，哪是人啊？分明是行走的油水。料子不错，挺滑溜。看来是个在外面发了大横财的主儿。大胆！退下！这小丫头透着股罕见的机灵劲儿。这标志性的大鼻子，方方的脸盘子，还有这点富态的肚皮，跟家里那个成天嚷我翻天的老当家一模一样。哎呦，这不是老陆吗？小姑娘，你认得我？以前不认得，现在认得了。看你这大鼻子，跟咱们那个成亲王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再加上这一身富得流油的行头，如果本座没猜错，你肯定是咱们陆家在外面做大生意的远房亲戚吧？大家500年前是一家，都姓陆。既然是本家亲戚，叫你一声老陆，怎么也不算你吃亏吧？这小丫头脑回路简直清奇，远房亲戚做大生意，朕坐拥万里江山，掌管天下万民，确实是世上最大的生意人。我一点都不吃亏，既然被你看穿了，我也就不装了。没错，我就是咱们陆家在外头的本家。既然是本家大肥羊，那就更好下手。不对，是更好招待了。行啊，老陆，既然是自家亲戚，那就别在外面像个门神似的处着了，显得本座不懂待客之道。听说你是来咱们这新堂口捧场的？正是听说这里生意红火，特来看看。算你有眼光。走，既然来了，本座带你进去开开眼，让你看看本座带出来的兵士何等威风，保证让你觉得这钱花得物超所值。那就有劳小霸主了。这哪是个客人啊，分明是阎王爷下凡。大当家慢点啊，别把别把贵客给拽甩了。少废话，二狗子，赶紧去让后除杀鸡，咱们本家亲戚来了，必须上硬菜。这陛下，怡红院训练场。铁盘命中率80%以上，是这样玩的。扩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这是青楼，分明是竞技大营的演武场。这纪律，这精气神，比巡防营那些兵油子还要强上几分。怎么样，老陆？这场面够不够大？这兵练的够不够硬？这都是你教的，那是。本座说了，女人当自强，靠男人是没用的，只有自己拳头硬了，才能在这个世道上立足。本座叫他们练武，不是为了去打架，是为了让他们以后能挺直了腰杆做人。挺直腰杆做人，简简单单6个字，却道尽了治国安民的真谛呀！好，说得好。哼，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胸襟和见识，你爹把你教的不错。老陆，别提我那个老当家，他胆子小。这都是本座自己在江湖上悟出来的道理。行了，别光站着，既然来了就是客。二狗子，去把最好的酒拿出来。本座今天要跟老陆好好喝2杯，顺便聊聊这分舵以后怎么发展。陛下，这边。走吧。哎呦，慢点啊！陛下，您当新台阶。我的祖宗哎，您可是金尊玉贵的身子，千万别在这枚青梅中的土匪窝里吃坏了肚子啊！老陆啊，看你这身行头，非富即贵，家里是有矿吧？略有薄产而已。不过这家里房子挺大，住了不少闲人。哦，几个房间？数不清，倒是欢迎小霸王来串门。哇，房子大好啊！那你肯定缺看家护院的吧？看看下面这些姐姐身手都不错，回头本座给你介绍几个去你家当护院，保准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
一言为定。我那座大院子确实缺几个像样的护卫镇场子。到时候给我一座小屋子就行。什么声音？像是老鼠在磨牙。什么人敢在本座眼皮子底下听墙角？出来！哼，哪来的小耗子？别杀我！我只是饿了。抬起头来，让本座看看是哪路好汉敢在本座脚底下安家。说的逆子，堂堂储君竟然钻桌底啃馒头，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父皇怎么会在这里？还穿着一身土财主的衣裳？难道父皇也是来鬼混的？感谢陆震的身份，回去打断你的腿。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路过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哼，老陆啊，这事办得不地道吧？大当家何出此言？瞧瞧这鼻子，瞧瞧这招风耳。你要说这小耗子跟你没关系，本座把这桌子吃了。老实交代，这是不是你在外面养的那个？看着孩子穿得不错，却只能躲桌底啃馒头，肯定是被家里的大老婆赶出来了吧？这是千里寻亲来了。私生子千里寻亲，大当家的脑回路比8点档还狗血啊！陆烈神特么私生子，这是真名正言顺的嫡长子，当朝太子好不好？胡说八道！我陆某人行得正坐得端，家中既无汉，妻也无外室，这人我根本不认识。我不认识这位老爷，真的，我就是个路过的，我是来找工作的。就这小身板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还想出来混？除了吃冷馒头，你还会干啥？我会写字，还会算账啊！写字算账，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递枕头。新堂口刚开张，5个奈香主又被派去朝廷卧底，正缺个记账的小弟。你就是送上门的苦力。既然进了这个门，那就是缘分。看在你俩都长得一副倒霉样，豆豆姓陆的份上，本座就收了你。以后这就是咱们忠义堂的编外人员了。你年纪大叫老陆，你年纪小看着又怂，就叫小陆。老陆小陆听着就像一家人。行了，别愣着了，小陆，给你这位老陆大哥倒酒。以后跟着老陆多学学，看看人家这气度，再看看你这畏畏缩缩的样，简直丢人。这让你给父皇倒酒还要叫大哥，这是大不敬啊！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。大哥，请喝酒。这副模样，平日里太傅总说你懦弱，今日一下倒还算机灵。小陆啊，大当家赏识你，以后就好好干，别成天想着偷馒头，要走正道。吃。这是本座刚才顺路从接口王大爷那儿赊来的。看你们俩这瘦了吧唧的样子，肯定是平时没有水，趁热吃补身子。吃吧，大当家赏的，别浪费了。谢谢大哥。这成合体桶，那股读书人的固执，终究还是压不住了。大当家，恕老夫多嘴。女子本该在闺阁绣花描红，相夫教子。你让他们舞刀弄枪，练得满身臭汗，就不怕以后嫁不出去，砸手里？这是道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。若是自己没点本事，将来遇上个薄情郎，或者像隔壁王尚书那样的坏老头，难道只能哭着去跳河？只有拳头硬了，腰杆子才能直。咱们当老大的不能护一辈子，得叫本事。我那5哥说过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意思就是，与其给他们一条鱼，不如教他们怎么把有鱼的人打趴下，然后把整个鱼塘都抢过来。虽然这解释歪到了姥姥家，但核心道理竟然该死的正确。授人以渔，这不正是治国安民的最高境界吗？这哪里是土匪逻辑，分明是大道至简的帝王心术啊！太父教了，古时年要爱民如子，但这才是真正的爱民，不是施舍，而是让百姓拥有变强的能力。这种硬核的仁爱，让姑热血沸腾。以强则夺，弱则忍忍。夺完还得分一半给兄弟。也能救雨露吗？我知道要看看是谁把头牌都藏起来了。一群穷鬼躲在这吃红薯。父皇，老陆坐下。杀鸡宴用牛刀，这点小场面哪用得着你出手？小陆，大当家，少在这装鹌鹑！刚才吃了本座的红薯，现在该你干活了。
上去把他给本座扔出去。要是连个醉鬼都收拾不了，以后别说是咱们忠义堂的人，丢不起那人。我不行，只有拳头硬了，腰杆子才能直。这孩子身居高位却性子软糯，今日这醉汉恰好是快绝家的磨刀石。瞪着干嘛？是不是想让本座亲自帮你松松骨？死吧！赢了，我竟然赢了！大家是这种感觉，这些凶神恶煞的，也不过是推一下就到的只老虎。好，干得漂亮！这一招铁头功虽然姿势丑了点，但胜在气势如虹。小鹿，这下有点男人的样子。滚回去告诉你们老大，这怡红院以后改姓陆了。再敢来闹事，本座把你们挂在门口点天灯。多谢大当家指点。越看越顺眼，这两人骨骼惊奇，简直是混江湖的好苗子。老的沉稳如山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；小的虽然怂了点，但这技头锤响亮，是个可造之材。老陆、小陆，俗话说得好，不打不相识。今日咱们在这忠义堂相聚，又一起打跑了恶霸，这就是缘分。既然大家都姓陆，500年前是一家人，不如咱们就在此斩鸡头、烧黄纸，结拜为异姓。哦不，同姓兄弟。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有本座一口肉吃，就有你们一口汤喝。陆烈，咱们结拜吧。哎呦！结拜，跟朕结拜？这小丫头片子疯了吧？朕可是95之尊，是大夏的天。大当家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毕竟长幼有序。什么规矩？在道上，拳头就是规矩，义气就是规矩。怎么，你看不起本座？朕这一辈子听惯了万岁，还没听过大哥二哥呢。既然这小丫头把朕当江湖人，陪她玩玩又何妨？好，大当家说的对，江湖儿女不拘小节，今日咱们就结拜。父皇，您是认真的吗？您这是在玩火啊？来，排座次。按照道上的规矩，本座是这儿的大当家，又是发起人，这大哥的位置，本座当仁不让。朕竟然成了老二了。罢了，老二就老二，总比当小弟强。老陆，你年纪虽然大点，但入伙晚，以后就是二弟了。见过大哥。小陆，你最小，以后就是三弟。出门在外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就报你大哥和二哥的名号。三弟还不快叫人？大哥、二哥。好，既然结拜了，那就得交换信物。二弟、三弟，你们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，都亮出来吧。大哥，这是二弟的一点心意，虽然只是块石头，但生在水头族，冬天摸着暖和。成色还行，雕工也不错。那几条长虫客得跟真的似的。行，二弟这心意大哥收下了，回头给你换个不锈钢的盆，那个耐摔。父皇，这可是太子的身份证明啊！但在父皇和大哥哥面前，大哥，这是三弟姐，不，祖传的金牌子。虽然俗气了点，但那是真金的。软乎的，是真货。三弟虽然看着穷酸了点，但这人倒是个实诚君子。这金牌子本座先替你保管着，免得你哪天饿极了，把它卖了换馒头。给，这是大哥刚才在街口王大爷那儿折来的极品烤红薯，这可是红心的，甜的掉牙。趁热吃，吃了这红薯，咱们就是过命的交情了。用价值连城的九龙玉佩换了个全是灰的烤红薯，这买卖怎么算都亏大了，好香啊！三弟吃啊！大哥赏的，别不识抬举。威尔巴士。父皇，这事若是让皇祖母知晓，或者是让御史台那帮老头子闻着味儿，咱们爷俩这名声可就全毁了。当天子与储君夜半钻进烟花地，还跟个3岁半的侄女斩鸡头烧黄纸。毁什么名声？父皇，朕在深宫数十年，听惯了万岁，看腻了磕头，直到今日这一遭，才算是活出了几分人味儿。你也别觉得委屈，那一记头锤撞得好。
太傅叫你的事理，今晚这遭那士气，有理有气，方能撑得起这万里江山。父皇说的竟然极有道理。而且那丫头虽然满嘴黑话，但那句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却是治世良言。老七那个怂包，断然教不出这等格局的孩子。记住了，这是朕与你的最高机密。从此，在那位大哥面前，你便是家里排老三的小路，真是做买卖的老路。是父皇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老七那个不着调的，带着宝贝闺女去体察民情，别是遇上拍花子的了吧？王爷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算回来了，蓉儿，蓉儿，我的心肝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要是再不回来，爹就要带着府兵去搜街了。行了，老当家，别嚎了。本座这不是回来了吗？还给你带了夜宵。这是本座刚收的小弟孝敬的，今天运气不错，出门砍了个便宜弟弟，叫老陆，看着挺富态，一身的肥瓢，估计家里有矿。偏偏这人脑子不太灵光，非要拉着本座结拜，还要认本座做大哥。我看他也是个可怜人，出门连个护卫都不带，还差点被人欺负。于是本座一时心软，就收了他。本家亲戚做大买卖的，也姓陆，莫非是哪家没落的旁支想经商巴结王府？那这人靠谱吗？没骗你啥东西吧？切，谁敢骗本座？你这是……不仅没骗，他还硬塞了个见面礼给本座，是一块绿油油的石头，上面刻着几条长虫，看着水头还行。哎呦，虽然不知道值不值钱，但留着压箱底也是好的。等哪天咱们分朵揭不开锅了，本座就把那石头拿去当了换猪肉吃。绿油油的石头，还要换猪肉，估计就是块普通的翡翠。那富商为了巴结小郡主，倒是舍得，收着就好，收着就好。既然是自家亲戚的一片心意，那也是缘分。行了，本座困了，回去补觉。明儿还得起早呢，本座得去盘盘道，看看咱们这新堂口的人手齐不齐。二狗子、黑风回窝。是。嘿，美滋滋，真好啊！咱们家蓉儿就是有福气，出门溜达一圈都能捡个金娃娃回来。看来这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，回头得去给祖宗烧柱高香。今日是大当家点毛的日子，既然接手了这个新堂口，得把底细摸个门儿清。小白脸老大，身子骨弱了点，但脑子好使，负责出馊主意，是个当军师的料。黑滩头老二，力气还行，能扛大包，看场子的打手。算盘精老三，抠门，但会搂钱，账房就交给他。卧底老四，阴气重，混进官府当差，替咱们通风报信。还有那个写酸词的老五，刚升乡主。二狗子，哎呦，除了你这个负责跑腿遛狗的，咱们这堂口是不是还少个人？大当家，没少啊，都在这儿呢。胡说！老当家说了，他生了7个哥哥，本座这才数了6个，还有一个哪儿去了？难不成是被拍花子的拐走了，还是让狼给叼了？大当家还有一个是6哥，叫陆百草，可他不正常。不正常？怎么个不正常法？是长了3个脑袋，还是有8条腿？那倒不是，那个6哥是个疯子，他不住在府里，他一个人住在城外30里的百草庄。那地方阴森森的，方圆5里连只活鸟都没有。父王对外说他在那儿修身养性，其实他是在那里炼制夺命药。整日里跟毒蛇、蝎子、癞蛤蟆混在一起，一口大锅里煮着绿油油的水，闻一口都能让人作呕。上次我去给他送饭，刚进门就被一条胳膊粗的赤练蛇缠住了脖子，差点没当场交代在那儿。大当家，那个6哥就是个活阎王，咱们还是别招惹他了，就当没这个人吧。夺命药、毒蛇、蝎子，哦吼，好东西啊！这不就是咱们绝命谷的特产吗？本座正愁手里的迷魂药快用完了，没想到家里还藏着个炼毒的行家。二狗子，备车，
本座要去视察那个百草庄。我不去，打死我也不去！那地方全是毒气，进去了就出不来了。大当家，您饶了我吧，我还想多活2年啊！你是想现在就被毒蛇咬一口，还是乖乖跟本座走？还是想被本座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拆下来搭积木？自己选。我去，我这就去。我虽寒，可这火焰王就在眼前。两害相权，取其轻，取其轻！我去，还不行吗？这就对了吗？老王，备马车！记得车上多放几个空坛子，本座要去进点货。郡主这是要去哪儿游玩啊？要不要带点心？不玩。本座听说明儿六哥一个人在城外种地，怪辛苦的。本座去看看他。多好的郡主啊！才回来没几天，就知道心疼六公子了。六公子虽然孤僻，但肯定也渴望亲情温暖。诸神保佑，诸神保佑！别出事，千万别出事啊！练毒的，最好是断尾神龙那种大部的，别给本座兑水糊弄人。要是装不出点劲头来，我就把你连锅端一起炖了。奇怪，今日怎么左眼皮直跳？莫非是有什么上好的事？要引子要送上门了。大当家，真就到这儿了。再往前一步，我那六哥能把我当油炸枣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六哥眼里只有毒药没有亲人。我进去了，指定被他剥了皮外油，连骨头都得磨成药粉。我在这儿给你放风，半个时辰你不出来，我立马跑回去喊父王。不行啊！行了，你在外头候着，别让野狗把马车叼走了。朱檀，这味儿正，跟绝命谷老家窑房后面那个味儿一模一样。看来这个老六是个懂行的。哟，自助餐厅啊，这是太瘦了，没什么肉，还没长开呢。放回去，再咬咬。哟，这个不错，腿粗，油炸肯定酥脆。成了，终于成了！我录百草号13年，终于练成了天下第一毒，见血封喉，处之即死。这就是艺术，这就是美呀！张主忙着呢。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这里是禁地，听不懂吗？我是陆荣啊。老当家说你是我六哥，让我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带点家里的土特产。罗六哥，听说家里刚找回了个小妹，是老七让你来的吧？看完了吗？看完了就赶紧走。这里到处都是剧毒，你要是死了，父王又要唠叨我。你滚滚，紫茵茵，这分明就是一颗刚出锅的糖球啊！看来这个六哥虽然看着疯疯癫癫，心里还是有妹妹的嘛，特意把刚做好的零食拿出来招待。既然是六哥的一片心意，那本座就不客气了。嘿，刚才那火候稍微大了一点，不知道毒性有没有受影响？你吃了！吐出来，快吐出来！那是毒药，那是见血封喉丹，吃一口就要命的。味道还行。六哥，你这手艺不行啊，这糖有点粘牙，而且火候过了，带着骨胶味儿。下次多放点蜂蜜，这个不够甜。大补甜。再来1瓢都不嫌多。没死，不仅没死，还嫌不够甜。这还是人吗？这分明是个比我还怪的万毒不侵之体啊！神人啊，大当家，不，姑奶奶，你这是怎么练出来的？我这儿还有一缸化骨水，你要不要也尝尝咸淡？行了，别跪着了。看在你请我吃糖的份上，这个赏你了，这是本座老家的特产。你也尝尝，咱们礼尚往来。味道不赖，够霸道，大补。您鹤顶红的味道，好霸道的毒！老六又作死了，救我！杭州，快搬大补药来，六哥要凉了。完了，六哥要升天了！南无阿弥陀佛。六哥，你这身子骨也太虚了，这才吃了一口干粮就被噎住了，是不是太干了？来，喝口汤顺顺。
这可是绝命蛊毒首药王酿的还魂汤，平时本座吃撑了都喝这个消食。来，张嘴。诈尸了！嘿嘿嘿嘿嘿嘿，好多蘑菇，红的绿的都在飞。我3拳又3拳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哈！何方妖精，看我五毒神掌！这是解毒了，还是疯得更厉害了？嘿嘿，蛤蟆刀神龙摆尾，要到六哥悠着点啊！大惊小怪，这是要劲儿走通了。要劲儿。本座那汤里也没放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加了点让人高兴的蘑菇。你看他跳得多欢实，说明这药效好，正给他通经活络呢。二狗子，你学着点，这招叫神仙跳，乃是绝命蛊的不传之秘。日后你要是不开心了，本座也赏你一葫芦，保准你忘却人间烦恼。不用了，这种快乐我承受不起。